今天出一期用 AI 万能提示词模板，快速生成高级感的视频，零基础小白也很容易掌握 AI 视频中的一些常用工具，特别是如何通过提示词来创建生动的情感、丰富的视频画面。我是喵导 Pose， 今天在学习具体的 AI 视频工具之前，我们需要先掌握如何在这些工具中正确的进行描述。要知道，一个好的视频提示词能够让画面变得更加富有表现力、故事性和情绪感染力。今天我们会学习提示词的结构，如何艺术化的组合这些提示词，从而达到我们想要的视觉效果。我们先从文声视频提示词公式开始。简单来说，文声视频提示词公式就是将镜头语言、光影、主体运动、场景和氛围这些元素有机的结合起来。通过这种组合，我们可以创造出既生动又富有情感的画面。提示词的公式结构一般是这样：主体或者主体描述加主体运动加场景或者场景描述加镜头语言加光影加氛围，组成要素分别如下。主体是视频中的主要表现对象，是画面主题的重要体现者，无论是人物体还是动物植物，主体都是你故事的核心。主体描述是对主体外貌细节和肢体姿势等的描述，可以通过多个短句进行列举，如运动表现、发型、发色、服饰穿搭、五官形态、肢体姿势等。主体运动是让视频生动起来的，关键是对主体运动状态的描述，包括静止和运动，无论是人物的行走、跳跃，还是物体的旋转、漂浮、恰当的运动，可以让整个画面充满活力，让观众的注意力紧紧跟随。场景是主体所处的环境，包括前景、背景等。场景描述是构建故事背景的重要部分，是对主体所处的环境的细节描述，可以通过多个短句进行列举，如室内场景、室外场景、自然场景等。一个精心设计的场景不仅能够增强故事的可信度，还能够为观众提供丰富的视觉享受。镜头语言是指通过镜头的各种应用以及镜头之间的衔接和切换来传达故事或者信息，并创造出特定的视觉效果和情感氛围。想象一下，你手中的相机不仅仅是一个记录工具，而是一个能够讲述故事的魔法棒。镜头语言和光影的运用就像是给这个魔法棒注入了灵魂，通过不同的镜头运动、焦距变化和光影效果，你可以引导观众的视线，营造出你想要的氛围和情感，如超大远景拍摄背景区画、特写长焦镜头拍摄、地面拍摄、顶部拍摄、航拍、景深等。光影是摄影艺术的精髓所在，它如同赋予照片生命的魔法，让每一幅作品都充满了深度与情感。巧妙地运用光影，我们能够打造出层次分明、情感丰富的视觉杰作。无论是柔和的氛围、光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傍晚的金色余晖、戏剧性的光影对比，还是神秘的丁达尔现象、精心设计的灯光效果，每一种光影的运用都能让作品讲述一个独特的故事，传递一种特别的情感。氛围是对预期视频画面的氛围描述，它能够影响观众的情绪，让他们感受到视频所要传达的情感。无论是紧张刺激的追逐场面，还是温馨浪漫的家庭聚会，氛围的营造都是至关重要的，比如热闹的场景、电影级调色、温馨美好等。以上公式最核心的构成就是主体运动和场景，这是描述一个视频画面的最简单、最基本的单元。当我们希望更加细致地描述某主体与场景时，只需要通过列举多个描述性词语短句，保持 prompt 中希望出现元素的完整性即可。比如以下这个提示词：一位穿着黑色皮衣的年轻女性在东京的霓虹街道上漫步，街道被雨水湿润，倒影闪烁，镜头从低角度拍摄，霓虹灯光在湿润街道上反射，氛围充满冷酷与科技感。分别从主体描述、主体运动、场景描述、镜头语言、光影、氛围进行描述，完整的构造出了整体的画面。又比如，我们描述一个主体为年长的绅士，穿着羊毛外套和毡帽，主体运动是坐在阳光照射的乡村小屋前的椅子上，场景是开满野花老旧的木质小屋和乡村风景构成的背景。镜头拉近阳光，透过树叶形成柔和光丹，氛围宁静而温暖的场景。在这里有一些应用的小技巧，尽量使用简单词语和句子结构，避免使用过于复杂的语言，用东方意境、中国、亚洲等词语更容易生成中国风和中国人。当前大部分视频大模型对数字还不敏感，比如10个小狗在海滩上数量很难保持一致。分庭场景可以使用类似这样的提示词：4个机位，春夏秋冬。现阶段较难生成复杂的物理运动，比如球类的弹跳、高空抛物等。接下来我们来看图声视频提示词公式。图声视频在固定图像的基础上为视频生成提供动态效果，使画面更加生动富有层次。图声视频是当前创作者使用频率最高的功能之一，这是因为从视频创作角度来看，图声视频更可控，创作者可以用提前卡住的图片进行动态视频生成，极大降低了专业视频剪辑创作成本与门槛。提示词的公式结构一般是这样的：主体加运动或者是背景加运动等等，组成要素分别如下。主体描述图像中的核心对象，如画面中的人物、动物、物体等主体；运动描述图像中的主体的动态行为，如旋转、移动、浮动等；背景是主体的场景环境，例如画面中的小径、深蓝色夜空为画面提供视觉上的背景支撑，比如之前很火的老照片复活。这里假设我们已把这张老照片进行还原上色的操作，
使用提示词一个男孩看向前方微笑着即可，是这张老照片动起来。又比如一张小鹿在森林深处的图片，我们输入提示词，一只小鹿在森林深处缓步前行，四周雾气弥漫，阳光透过树木的缝隙洒落，即可把这张图片转为视频。在这有一些应用的小技巧，尽量使用简单词语和句子结构，避免使用过于复杂的语言。运动符合物理规律，尽量用图片中可能发生的运动描述，描述与图片相差较大，可能会引起镜头切换。现阶段较难生成复杂的物理运动，比如球类的弹跳、高空抛物等。在了解了文声视频的提示词结构和图声视频的提示词结构后，我们来试一下自己设计一段提示词。我们按照主体运动场景顺序构建提示词，保持内容层次清晰。首先明确画面的主体和描述，如一位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女孩，然后定义主体的动态表现时，画面生动感更强，如在花海中旋转跳舞。接着丰富场景描述，增强背景感，如阳光洒在四周的花朵上，五彩缤纷。然后我们再设计镜头语言，如镜头从低角度拍摄，捕捉裙摆旋转的动感。最后我们加上设定，柔和的光影，浪漫温馨的氛围，使画面情绪更饱满。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文声视频的提示词。总体来说，在编写文声视频的提示词时，我们按照以下设计方法进行设计。首先要明确视频核心主体，如穿着红色连衣裙的女孩或一只穿着雨衣的狗，然后进行细节描述，根据每个要素如主体运动场景等加入细节词汇，如花海中旋转跳舞，或在下雨的街道上缓步前行。接着加入特定的镜头语言来传达故事或者信息，如镜头从低角度拍摄，镜头特写等。最后运用情绪词汇增强氛围表达，如浪漫、温馨、神秘等。比如一只穿着雨衣的狗在下雨的街道上缓步前行，街边霓虹灯闪烁，镜头特写，雨滴滴落在狗的雨衣上，氛围冷酷而孤寂。需要注意尽量控制在30字左右，保证清晰易懂，各元素围绕主题展开，不偏离内容方向。在掌握的基础的提示词设计能力后，我们再来看看几个提示词优化的技巧。通过优化技巧增强提示词的表达效果，使生成的视频画面更具视觉冲击力。技巧一：细化描述，增加细节词汇，使提示词更丰富立体。比如将狗替换为穿雨衣的白色小狗，增加画面感。比如一只狗在树林里缓步前行，替换成一只穿着雨衣的狗在树林里缓步前行，增加画面感。又或者是使用阳光透过树林洒下光斑代替明亮的森林，丰富光影效果。技巧2：镜头语言与光影效果。镜头语言加入特写、航拍等视角控制，突出画面细节或场景氛围，如航拍镜头展示辽阔森林；光影利用光线效果调整画面气氛，如柔和晨光或夕阳余晖，提升情绪表达。比如在提示词中加入阳光透过树叶的柔和光影，增添温暖感，或用昏暗的阴影营造神秘氛围。技巧3：增强氛围表达，通过情感化词汇强化画面情绪，如紧张、温馨等，设定视频的整体氛围。比如男子在昏暗的巷道中行走，氛围紧张，通过昏暗、紧张等词营造出悬疑感。举个例子，像这个提示词猫在花园中行走，我们应该怎么优化？首先我们进行主体描述，一只毛茸茸的白色小猫，然后主体运动和场景是在花园中漫步，场景描述是阳光洒在小猫身上，氛围是温馨且柔和。如果你不知道该如何描述，我们还整理了一些使用的关键词，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课件资料中查看。我们接着了解如何对提示词进行多维度组合优化。在设计 AI 视频提示词时，合理使用多维度的描述和优化策略，可以显著提升提示词的层次感、画面感和艺术表现力。第一点优化技巧是多层次提示词结构，通过细分提示词的前景、中景、背景元素，设计出分层的画面效果，赋予视频更丰富的视觉层次感。比如以下提示词：前景是一只橙色小猫在树下玩耍，中景为满树盛开的粉色樱花，背景是一片蓝天和远处的山峦。前景突出主体的细节与动作，中景和背景增加画面的深度与空间感，形成多层次效果。第二点优化技巧是场景交叉与氛围表达，在同一提示词中使用多个场景元素，并添加情绪和氛围词汇，增强画面的趣味性和故事性。比如以下提示词：交叉描述场景和氛围，使画面充满生活气息和温馨的家庭氛围，适合表达亲情主题。第三点优化技巧是多主体互动与动作表现，通过并列描述多个主体的互动动作，表现画面中的故事情节，让场景更加生动。比如以下提示词：通过多主体互动赋予画面动态效果和活力，适合表现欢乐的场景。接下来我们对标 Sora 的官方提示词进行拆解，帮助大家快速理解，以设计出更具画面感的内容。Sora 一直是多个 AI 视频工具的对标工具，通过 Sora 的官方提示词，我们能更加了解到 AI 视频的提示词应该如何编写。比如这个提示词，主体是一位时尚女性，主体描述是她穿着黑色皮夹克、长款红色连衣裙和黑色靴子，手拿黑色皮包，戴着墨镜和红色口红。主体运动是她自信而随意的行走，场景是东京的夜晚街道。
场景描述充满温暖的霓虹灯光和动态广告牌，街道湿润五彩的灯光倒映在地面上，形成镜面效果。光影是霓虹灯光在湿润的街道上反射，营造出温暖而梦幻的色彩层次。氛围是繁忙的都市氛围，充满现代感和活力。通过详细描述主体的穿着、动作以及场景的灯光效果，营造出现代都市的活力和温暖氛围，表现了充满生气的都市夜景，并让观众聚焦于主体的自信风采。然后这个提示词，主体是几只巨大的长毛猛犸象，主体描述是它们的长毛在风中轻轻摆动。场景是积雪覆盖的草地，场景描述是远处有被雪覆盖的树木和壮丽的雪山。光影是温暖的午后阳光洒下，透过稀薄的云层。氛围是宁静宏伟的自然氛围，带有史诗感。利用巨大的猛犸象与雪地的广阔场景对比，加上午后柔和阳光的光影，让画面带有史诗般的自然感。低角度和景深效果突出猛犸象的宏伟，展现了壮观的自然景象。接下来看看这个提示词，主体是萨摩耶和金毛犬，场景是夜晚的未来霓虹城市，广影是霓虹灯光映在毛发上，氛围是未来感和活力。未来城市中的两只犬类奔跑，霓虹灯光与现代都市的场景结合，展示了未来科技感与欢乐侧后氛围，表现出未来感或都市生动的场景。然后是以下这个提示词，主体是蒸汽火车，场景是格兰菲嫩高架桥及周围的自然风光，光影是晴朗的蓝天和阳光，氛围是壮丽和美丽的自然景观。通过历史桥梁与自然风景的搭配，结合晴天的光影效果，赋予画面悠久而优美的视觉效果。最后我们看看这个提示词，主体是一只矮小毛茸茸的怪物，主体描述是跪在融化的红色蜡烛旁，表情好奇天真。场景是昏暗的 3D 写实风格场景，镜头语言是近距离特写，广影是温暖色调和戏剧性的光影效果，氛围是温馨且充满奇幻的氛围，使用近景特写结合温暖色调，突出怪物对蜡烛的好奇表达，营造出温馨的奇幻氛围。随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AI 视频的几个实用技巧与建议：一、简洁且清晰使用简单句和明确的词语描述，保持表达清晰，提示词长度建议控制在30字左右；二、信息适量控制单一画面信息量保持适量，建议控制在50秒以避免信息过载；三、合理运用氛围和情感，通过场景、光影、色彩搭配传达特定情绪，温馨画面适合暖色调，而悬疑画面可使用冷色调；四、避免复杂动态描述，当前生成效果难以支持复杂运动，因此避免描述弹跳等物理动态，可选择更自然的运动方式。五、多主体时的顺序明确，如果描述多个主体的交互，确保提示词顺序清晰，以便生成效果符合预期。好，关于 AI 视频提示词的讲解就到这里，大家记得多动手练习。我是喵导 Pose。